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杨梅埔新车站，今天要来造访附近2条石门大圳绿色廊道振兴段、三子顶段。这条路线也是自行车路线。埔新车站的前面也有 U-Bike 租车站，也可以骑自行车来畅游今天的路线。不过我这个人徒步旅行的时候，体力未到最后关头，我是不会轻易骑 U-Bike 的。那我现在就从埔新车站这边出发了。现在上午7点10分，中兴路。前面的日式建筑是埔新故事馆，历史建筑。茶叶改良厂日式宿舍，建于明治40年，1907年。这栋日式宿舍的前身是日本时代安平镇制茶试验场的职员宿舍，现在仅剩下这一栋保存最完整，历史超过100年。这里有整修之前的老照片，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残破。不过现在才7点多，还没有营业。我待会回程再来参观好了。这边是需要购票才能进入参观的。志平中学旁边这里有 U-Bike 租车站，不过从车站走到这边差不多10来分钟而已。石门大圳绿色廊道的入口就在前面不远处。石门大圳。步道入口就在这里。安平镇庄自行车步道导览地图。安平镇是平镇的旧称。所以这是我现在的位置。从埔新车站走过来，非常的近。我今天会走这一段，振兴段。然后再接三子顶段，走到113公路，再折返。石门大圳是民国53年，1964年完工。埔新车站的前身是1905年设立的安平镇驿，1911年改称为平镇驿。现在埔新是属于杨梅区。我记得这段绿色廊道差不多1公里长而已，所以快走到终点了。前面是步道终点，接中兴路。我从这边下行，走下来了。自行车牵引道，现在走往下一段。接近上午8点钟，天气没那么冷了。这是喜山坑、西沙溪、中兴路平镇段。我进入自行车的路段了，从这边一路走就可以抵达石门大圳三子顶段。这里也有 U-Bike 租车站。前面就是石门大圳，这是平镇洪溪宫这一端的出口，这里又被称为水往上流。这里为什么称为水往上流？因为石门大圳流到这里的时候，遇到大缺坑溪，所以必须从大缺坑溪的下面通过，所以就采取了倒洪。就是倒着彩虹的方式，从这条溪流下面通过，所以等于是把水往下钻，然后再吸上来，所以在吸上来的这一端就形成水往上流的现象。平镇洪溪宫，民国49年，所以石门水库兴建期间，石门大圳也同时施工。继续前行。
前面道路两侧各有一座皮塘，前面这里有几棵落羽松，心仪草坪。前面就会衔接石门大圳三子顶段。这里有岔路，左岔路往安平镇庄水岸公园。这不在我今天的预定路线，我就不要节外生枝好了。这条溪流就是大缺坑溪，石门大圳就是用道洪溪工从这条溪的下面通过，走到这里，前面的木阶梯上去，就衔接石门大圳三子顶段。我左侧那边有一间古老的土地公庙，我先去看一下。仁寿宫，古老的石器土地公庙。这里应该算是平镇区了。这石香炉也非常的古老。我已经走了快1个半小时了，那就到仁寿宫这边休息一下。我现在出发了，从这边阶梯上去就衔接石门大圳三子顶段。爬上来了，平镇洪溪宫，可以看到水往下流。这边设有护网，应该如果没有护网，人从这边跌下去，应该是必死无疑。现在看到这条水圳就是石门大圳的主干线，长27.4公里，然后又分出18条支局，43条分局，然后再通往田间的集水小路，长达1700公里。这边有一座水闸门。石门大圳三子顶段长大约1.6公里，那因为是自行车可以走的路段，所以当然是平缓好走。这一段是很特别的水圳桥。这里算是一个高架的水桥，箱型的隧道。正式的名称是渡槽，石门大圳6号渡槽。从民国38年到民国53年，台湾的土地虽然有白色恐怖的伤痛，但在这段期间，土地改革、石门水库的兴建、石门大圳的完成，以农业为基础，渐渐地发展出轻工业。台湾走向经济发展迅速起飞的阶段，这段历史我们也不应该忘记。独角仙的生活环境，现在步道沿途的设施更为完善了。这边有石门大圳的简介。在日本时代，1924年完成桃园大圳之后，在昭和3年，日本技师八田与一开始拟定昭和水利计划，主张在石门附近兴建水库。当然，后来因为2次大战发生，计划终止。国民政府迁台之后，在民国54年开始兴建石门水库，同时规划石门大圳灌溉系统，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水利工程。1963年水库开始蓄水，1964年石门大圳完工。这就是桃园台地2条最重要的大圳。1924年完工的桃园大圳，1964年完工的石门大圳。
平镇的三子顶地区旧名望路寮，居民为了保护行旅安全，选择在交通要道搭建守望寮。因为守望寮的设置让地方日趋平安，所以后来改称平安镇，也成为平镇地名的由来。前面那里就是石门大圳三子顶段的起点了。现在那边也建了一座自行车牵引道。几年没有造访这里，这边的设施完善很多，也增加了很多导览资料。这边的地图标示，从志平高中石门大圳绿色廊道进来，走到这里刚好是3.6公里。前面是中丰路、三子岭石门大圳、望路寮生态步道。这边牵引道下去，那边还有自行车道。那我就走到这里，在这边折返。所以这一段石门大圳三子顶段，也称望路寮生态步道。回到仁寿宫了。哦，刚来的时候竟然忽略了这个雕像，这应该是纪念1895年乙未战争安平镇之役。当时是由吴家猷领导的抗日军，在安平镇跟近卫师团展开战役。在这附近的平镇还有一座吴家猷乙未战争抗日纪念碑。绕了一圈，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文字。这样子，年轻的一代经过这里，怎么会知道是在谈乙未战争呢？我刚经过的时候，乍看还以为是矿工推着台车运送煤炭。那边有波斯局，我从这边绕过去，殊途同归。殊途同归。我回到振兴段石门大圳绿色廊道了。石门大圳。右侧这里就是石门大圳18条支局之一，环顶支局。环顶支局，支局这里也是有一条步道，这条步道我就没有走过了。我回到志平中学了，普兴故事馆。我已经走9公里了，强弩之末。下次再参观好了。那我今天在普兴的石门大圳绿色廊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，有本次石门大镇绿色廊道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